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是中荷之间的这个晶片战开打。那荷兰这个背后有没有美国势力的介入，这个都会持续做关心。荷兰这一次呢，针对中国大陆，他用的法律是用冷战时期的一个法律来夺下中国大陆它的安氏半导体厂哦。那中国则是用断供来反击欧洲哦，那么导致欧日他们的汽车产业恐怕有10天内就会面临停摆的问题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荷兰的最新动作，他因为在欧洲哦，他这边已经正式的出手。彭博10月23号报道，荷兰政府突然间出手，就是直接暴力接管中国的文泰科技持股的这一家晶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那荷兰的代理经济部长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做这样子的接管，是因为基于国家安全哦，所以他们援引的就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叫做1952年的物资可用法。”直接来接管，并且罢免掉了安氏半导体的这个中国籍的执行长，他是张学正。好，他并且也警告说，警告这些中国客户说，而且我们做了接管之后，还会不保证哦，中国子公司的产品的品质就会是好的。安氏半导体现在是怎么做运转的？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主要是在欧洲这边做研发之后，就会送到中国厂这边去做这个晶片的封装。那根据了解，现在全球由中国工厂负责的全球70%的产品都是在中国厂这边来做封装的。一旦你的晶片在中国这边封装好之后，才会出口到欧洲国家去。那针对这一件荷兰的这个动作，北京立刻是祭出了反制措施。他怎么做呢？就是把中国厂跟荷兰的厂呢，它直接独立做一个经营，恢复的分公司的中国厂就直接只供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做使用，也就是说不出口给欧洲国家做使用了，并且呢，所有的销售，所有的这个交易方式都是使用人民币来做结算的，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就是欧洲现在已经说了，主要的汽车的供应商跟零件商1周内就会面临到晶片断货的问题，而且10天到20天之内就会扩及到整个汽车产业。现在初步了解，包括了 Benz、B&W 或者是丰田等日系车厂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众汽车也说呢，他们随时都会面临停产的问题。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也说，荷兰的举动已经严重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了。除了说这些欧洲车厂会受到影响，包括德国，他们拿不到这一些很重要的晶片，他们也会受到影响。那进一步，中国它还祭出了这个稀土的管制，也会重挫艾斯摩尔取得稀土制作它的 EUV 光刻机。节目一开始，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安氏的中国厂号称只负责封装，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中国先恢复供货，但是欧洲陷入在供应链的危机？这一场这个经营权之争，到底谁会先撑不住？厉将军，安氏半导体它其实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半导体了你甚至于它连成熟晶片28奈米都谈不上，它甚至于是2000奈米以上的做这种晶片。那主要是做这个汽车车用的晶片，每一辆汽车这可能要上千片，它这种晶片不管你去感测到，譬如说是自动驾驶或者是说感应到这个行车之间保持车距等等，都要用到这相关的晶片才可以。那安氏半导体本来是荷兰的一家公司，由于它经营不善，都已经快倒了。那文泰科技，中国文泰科技就入股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在文泰科技的这种经营之下，它转亏为盈。那当然，我买下来的话，这个CEO 执行长当然由我中国来派。但是没想到荷兰政府借着说国家安全冷战的时候，这个物资可用法是配合美国，讲明了就是配合美国，然后硬是说是将他的中国的股权只降到只有1%，另外99%为他国有，甚至于冻结中国在这个安氏半导体的所有的这种表决权等等都把你冻结了，等于说是讲明了就是荷兰政府把这个安氏半导体抢去了，跟个抢匪一样抢去。好，那你抢去以后，你知道就是这个安氏半导体
这个招牌是挂在荷兰哈，但是工厂是在中国东莞哈，你研发是在荷兰，但是生产都在中国。那你既然这样子出手这么恶劣的抢夺我，那中国很简单嘛，我就是不准你出口嘛，因为工厂在我这边，我货就不准你出口。但是没想到哈，这个荷兰政府也用了一招哈，他说，那你既然不让我出口，我就不发给你薪水哈。他说不发薪水给中国的这些员工，他们就没有薪水。那中国没关系啊，那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自己来卖。那你不准我不会卖到你欧美这些国家去。我中国自己也有汽车产业啊，中国也有很多的电动车，干嘛？我就供给中国的厂商，国内自己厂商来使用。我一样有钱可以收入，我一样有这个钱可以付给我东莞的这些员工，而且我卖给我自己中国的汽车产业来讲的话，他还可以说什么？就是用人民币来交易，就避开美元。所以我觉得这一场这个中荷之间这一场这个有关于安氏半导体的这种争论，最后的结局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最后荷兰必须要软下去，因为你事实上也没有意义嘛，你只是配合美国在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傻动作，等于自己在挥刀自宫，你知道吧？你是断了自己的生路。所以后续来讲，我觉得中国因为有足够硬的底气。所以在这场这个争夺大战之中，应该是中国占到上风，而且会获得最后的话语权，也获得最后的赢家。好，这个荷兰这次接管安氏半导体，有人外界看起来就像是好像荷兰就是直接用抢的，直接用抢夺的方法。当然，荷兰是说，我们用的是有根据法律依据的啊，就是冷战时期的这个法律来接管企业，并且开除中方的主管。他说这样子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到底有没有正当性？汉庭怎么看？还是政治接管？荷兰政府所用的所谓物资可用法是1952年冷战时期出来的，而且那是用在战争时期紧急状态、物资缺乏的状况啊。那现在呢，它是用来接管了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当然是有问题，就如同大炮打蚊子，而且这大炮呢还是从博物馆里面临时拖出来的。所以首先他扣上了罪名，因为你治理缺陷，所以我要把你给接管。但是他一方面指控安氏半导体做得不好，目前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公开证据，就好像一个裁判突然就闯进了球场，然后抢走一方的球，我怀疑你不会踢球，所以我自己下来踢，那他自己能踢多好呢？这也不知道，跟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关键是选择性执法，因为安氏半导体被中资的这个文泰科技收购之后，它的营收和研发都是持续增长，也为荷兰贡献了可观的税收。所以如果荷兰这么做，当然没道理。所以背后还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嘛，它就是华盛顿的这个哈巴狗，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它只是在配合美国的对华科技围堵。第一个呢，根据目前曝光的法庭文件，美国官员在2025年的6月明确要求荷兰撤换安氏半导体的 CEO 张学正，以此作为该公司不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的条件。所以这就表明了荷兰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它会被美国的长臂管辖所约束。那第二呢，温顺小绵羊啊。因为连文泰科技的荷兰律师都指出，我经济部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跟着美国的温顺小绵羊，他自己都这样讲，所以他放弃战略自主、甘为马前卒的行为，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当然是不明智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呢，也再次印证了一个历史上的规律：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来、也讨不来，最有力的回应就是坚定不移的走自主创新之路，将科技的饭碗牢牢的端在自己手中。那张将军又怎么看？那荷兰应该是也是面临在政治上面临美国的压力，他们好像也没办法。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到最后会采取妥协，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安氏半导体，它的最重要的是它生产的是在中国大陆，研发是在荷兰。但是在这一方面的话，那到最后我们知道生产是最重要的。那现在这欧洲的库存呢，大概是就有2个方法：第一个10天、20天结束了；第二个他要去寻找替代市场。那替代市场能不能那么顺利找到替代市场，来拿到这些晶片？因为他在做的很简单嘛，一个是电晶体，另外一个是晶片，逻辑晶片。对，那就是2个啊。那赶快去找替代市场。如果能找到替代市场，这个呢还能够解燃眉之急。那如果找不，这只是一时燃眉之急。但是长远来看，还是要有稳定的供应源。那你还是要这个回到安氏半导体，大家来合作。那你现在真的要把它做撕破吗？而且我们知道，
汽车制造业是欧洲非常大的一个制造商，所以这些晶片它一定需要这个，它量一定需求量非常大。你要就算是它要找到替代来源，但是也问题是相对有限，能够找到多少，能够替代多少比例，这是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荷兰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势必要找到一个折冲的方案，就是我认为是一个妥协的考量，替代市场只能解一时的问题。妥协的方案才能够赢得双赢，所以站在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最佳的方案还是走向妥协。好，杨老师呢？这个其实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文泰科技就被美国的商务部制裁，但当时并没有制裁这个就是安智半导体，因为那是在荷兰，属于文泰科技的子公司，虽然是100%的持有。那结果到了今年9月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美国的商务部就把中国大陆被制裁的海外企业，如果拥有50%以上的股份，就要延伸制裁，这个东西就严重了。所以后来你就看到11月9号，中国大陆针对稀土就有一个0.1%的所谓的延伸管制，那这就针对美国的这个做法。那美国就想要找个案例来做了，就要求就对荷兰施压，针对这个安智半导体。那安智半导体其实，它的影响的层面，你就大概会影响到一些出货的这个速度。你要找到替代，并不是不容易，但是呢，它会影响到这个企业。文泰企业其实事实上是民工，就是说各半的哦。可是呢，它就好像是当初在1950年代，埃及把苏伊士运河给拿回来国有化，然后呢，英国就开始对埃及进行攻击。就叫做苏伊士运河事件，这不是很像吗？也就是自己这个，而且当时苏伊士运河本身虽然长久以来是英国、法国在经营，但是事实上老早已经在人家埃及的领土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是你经营不善，我进去把它买来，把它做好，而且对你的企业、对你的就业、对你的这个收入都有帮助。结果你把它就像一句话给拿回去，我饼就被你抢走了。那但不幸的是，制造在我这边，封装在我这边，那我就自己做，然后影响到是其他欧洲的这些汽车的供应商是可以找到替代，但是呢会到达，就算问题解决，也会影响到这个文泰这个科技。那我是觉得他们这个就在等待什么？等待川习会，因为川习会现在尤其是贝森特跟就是何立峰正在马来西亚要准备开会。这个所谓安智半导体根本不是中国和荷兰的问题，是中国跟美国的问题。